堂主，切莫冲动行事。或许城主对昨日之事已有定夺，不妨我们再等一下，以免冲撞了城主。昨夜巡视的空祠堂弟子，一律重罚。是。我昨夜查看了命簿，发现凶手的下手规律是按从后向前的顺序依次杀人。这么说来的话，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萧掌门。情急之下，女儿就带人前去相救，没想到啊，还希望城主可以谅解。我呢，暗中去查了萧掌门的出行路线，伪装成了萧掌门。我就想用这个方法，早日把这个真凶给揪出来。那你的目的就是这么简单？啊。想着莫幻，乃是当世的绝顶高手之一。10多年前，我们龙吟城联合江湖上的英雄豪杰，一起袭击灵教的总坛。当时死了多少英雄豪杰，才只能将莫幻重伤击退而已。可今日你林少侠，单枪匹马，竟能从莫幻的掌下活着回来。不知道林少侠，你究竟是什么来历呀？爹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他呢？城主啊，您真是多想了。林静他那么做也是为了龙吟城的安危，爹这么说他，不怕传出去被江湖人议论吗？胡说！城主啊，我这个伤恐怕要在龙吟城多待一些日子了。爹。谁？到底是谁？可是活得不耐烦了，给我滚出来！看来我是白担心了，龙大姑娘还是如往常般生龙活虎、气出牛斗了。多管闲事！不打了，你只守不攻，真没死。其实啊，林静并非有意擅闯空祠堂，她是想替龙吟城抓住凶手，也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我今日看你啊，愁眉不展，闷闷不乐了。行了，你要知道，女孩子家总皱眉头，容易长皱纹呢。心里有什么不愉快，发泄出来便是。你看刚刚我们打了一架，不就什么气都没了？我瞧你现在的气色都比刚才好多了。这龙吟城上下，我就从来没怕过谁。可今日算是见识到你陆一舟的厉害了。你这念经的本事，我容素甘拜下风，心服口服。只要你能笑一笑，没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。还有，抱歉，那日是我提了不该提的事。想必你已知道，杀人者是莫幻。我并无窥探之意。其实我幼时曾被莫幻所劫，随后便一直被他带在身边教育，直至10年前，君兄攻打灵教，重伤了莫幻，城主才知我尚在人间，并把我带回了龙吟城，但因我在灵教长大，由莫幻一手调教。
所以这些年，城主对我忌讳颇深。而紫嫣也好，白为之也罢，他们也与城主一样，眼中只有荣华一人。这些年，辛苦你了。想不到我最想听的话，居然是从一个萍水相逢之人的嘴里听到。我看你实在是太敏感了，毕竟血浓于水，天下哪有父亲不爱护自己女儿的？或许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而已。其实我自小父母双亡，是林夫人一手将我带大，视如己出。我常常觉得林静更受宠些，可是我长大才发现，林夫人对我的严厉，是在助我成长。所以啊，就别多想了。见过城主。拜见爹爹。哎，城主，你们都免礼吧。老白啊，你今天兴师动众的，把我们都召集到这儿来，是有什么事儿要说吗？今日我白为止，哎呀，你上茶了。我白为止今日正式拜林静为师，请入我老字堂，以指点我门下弟子。是不是？堂主，我们当真让这小子轻而易举地进了龙吟城。你没发现城主已经默许了吗？他们几个肯定暗地里通过气了。这次，荣焕是铁了心要让林静留在龙吟城。城主，您为何纵容林静如此胡闹？您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你可曾想过，这城中的守卫如此森严，他林静怎么会轻易的看到了名册？哼，是我故意调开了守卫，让他有机可乘，并任由他揭开这幕后的一切。能够对阵莫幻，便可算是龙吟城对他林静的一种考验。若是他真的能够活下来，那就说明他是有些本事的。现在凌驾卷土重来，若是能够把他留在城中，为我们所用，那也算是为我们龙吟城增添一份力量。城主深谋远虑，运筹帷幄，紫嫣佩服。林静，抱歉让你受些委屈，只是夫人之命实在难为。此事当真多谢你们荣堂主。不必谢我们。此次帮你带走林静，是因堂主说他欠你的。如今事已办成，还请你们快些离开龙吟城。那是自然。
恭喜大司尊终于如愿。当初司尊在夫人面前许诺，说是1个月之内带不回少阁主，便当场自裁。我等实在是替你捏了一把汗呐。可千万别把这小子松绑了，不然这小子定会落跑。务必在婚期之前赶回阁中。是。什么声音？停！打开。怎么是你啊？我哪知道啊！我睡个觉被你们抓了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啊！这个陆一舟啊，不傻，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抓错人了。都是你出的鬼主意，让我师父替你去受罪。哎，怎么是我出的鬼主意呢？这事是老白自愿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也不知道让你来龙吟城是对还是错。哎呀，这个你就不清楚了。其实这次，我算是帮了老白。你平常说的话没几句是真的，我才不相信。我说话怎么没几句是真的？本来就是。终于回来了。求见！你还知道疼啊？我看你啊，最不知轻重，成日跟几个小辈混在一起，还荒唐的认林静为师。这个，我那是忍辱负重，委曲求全。我认林静为师，那是为了让他名正言顺地留在龙吟城中，守着画儿，护其周全。我身为堂主，难免琐事缠身，我又不能时时刻刻地陪着花儿，如此，他得以护佑，我也放心，不是？没想到，你心思如此细腻。那是自然。你平时总是小瞧我，其实我一向如此。去哪儿？林静说的苦肉计果然有效，还真不枉我挨了这顿毒打。哼！真是不值。你又有什么高见啊？那林静，何德何能？竟然能受二小姐这般照顾，还亲自为她煎药。若城主知道了，怕是会气得丢了半条命不可。你怎么好端端的咒起我爹来了？二小姐，我这不心疼你吗？真甜，我牙都舔掉了。二小姐，这林静有什么好的？他什么都好，哪哪都好。您可千万得查清楚这林静的来历啊！她家世如何？家住在何处？父母是不是还在？最重要的是，她对您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喜欢？你行了，说的都是什么呀？这些都是紫嫣师傅教我的。快帮我一下。他就是怕您吃亏，所以让我警醒着你。而且那姓陆的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那林静在老家是有婚约的人，他这次来找他，就是来接他回家成亲的。你赶紧把药送过去吧。你快去啊！完了，我二小姐已经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了。潇潇啊，知道了。是啊，他家中还有一个未婚妻等着他。眼下你究竟如何打算？我已如实相告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心急吗？夫人她虽然我娘这些年以来啊，一直向我瞒着她的病情，但多少是个什么情况，其实我早就猜出来了。哎呦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怎么能严重到这个地步呢？既然如此，你还不速速与我回去？
难道你当真要为那个荣二小姐留在此处？你再怎么儿女情长，也得分个时候吧。哎呦，原来我在你心里就留下这么一个印象。反正这桩婚事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，你也无需再与我诡辩。其实我来这龙吟城啊，只为了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想必你已经知道了，就是为了我爹。这么多年以来啊，我娘从来就不跟我提起我爹的事情，甚至都不知道我爹叫什么，我爹生前做过什么。只是有一次，我偶然听见我娘说，我爹跟这龙吟城有着莫大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决定啊，我一定要来这龙吟城，把我爹的事情给查清楚了。哎呀，这第2件事情呢，自然就是我娘的病了。如果这世上还有能医治我娘的法子，那这法子必定就在这龙吟城里面。自古以来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呐，只可惜可怜了梅家姑娘了。哎呀，可惜呀，真是可惜呀！哎，登徒子，吃药。登徒子。这练功的时候啊，不能急。你既然握在手上，你要把它当做你身体的一部分，这样出招的时候才能自如流畅。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，不能急。把剑还给我。不是，怎么了呀？这什么态度啊？你这是？哎，谁惹你了呀？怎么了？梅家小姐。哎呦，看来这个潇潇已经把他偷听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了。哎呀，这门婚纱本来就是我娘跟梅家之间定的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再说了，那定了又能如何呢？我林静这辈子是绝对不会娶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为妻子的。即便那个梅姑娘非要嫁，那娶她的人也是陆一舟嘛。这是你自己的私事儿，跟我这个外人说干嘛？喂，你怎么能说外人呢，小徒孙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呢。我好歹是你的师祖啊，小徒孙，师祖啊。始祖爷爷，这婚是你想退就能退，想换人就能换人的吗？你这样的话，不是毁了人家姑娘一生吗？小徒孙啊，你是又说错了啊！如果这个梅姑娘选了一个不爱她的人和她在一起，那才是真的毁了她一生呢。哎呀，再说了，江湖中这么多年以来，有多少恩恩怨怨都是因此而起的。我林静啊，绝对不会明知故犯，重蹈覆辙的。你们到处找你们，哎呀，我都火烧眉毛了，你们俩居然还在这聊天儿。师傅，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快点随我走，走。这么急啊？
谁让你跪了？我……如果你自己没有意识到错误，罚你有什么用？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既然两家婚约已定，你为什么迟迟还不将赤华珠送给凌旭哥？雪曼，梅家已经没落了，现在空余了一个4大家族的名头，那里已经什么都不剩了。所以此次与凌旭阁联姻，一是为了你日后的幸福，二一个也是为了梅家的将来。故而这颗赤华珠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是万万不可能把它交出去的。它是我们唯一的筹码了。哥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懂，可当初若非他出手相救，梅家早就灭门了，何来的今日与将来？所以我认为，就算没有这一份婚约，我们也应该将赤华珠献上，还了凌旭阁这份情。够了！如果你执意要交出，那就等我死了。哥，住嘴！你就在这儿好生跪着，对着梅花图好好反省反省。这位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如今究竟在何处？你可知我一直在等你？你究竟有何阴谋？你也太过紧张了吧？我并无恶意。这些河灯美吗？你看到这样的景色，是否开心？你今日约我过来，就是为了看河灯。有何不可吗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林靖宇荣华乃一丘之貉，而你又是他的家人，定是他们派你前来打探消息，一探我的实力。可惜无论你们如何图谋，生字堂的堂主之位我都要定了。人生啊，哪有那么多阴谋算计？有时候只需要一笑，便抵得过那千秋万载的悠悠岁月了。谢谢。其实，你不必谢我什么。明日我就要离开龙云城了，但心里总是有些放心不下的。我思来想去，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事情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人主动为我做一些事。我容素习惯了不欠人什么，今日就当是我欠你陆一舟的一个人情吧。男人无论何时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必定还你。若你执意如此，
那也不用等来日了，今日就把这个人情还给我吧。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，我只想要你放下过去，从今以后做个开心快乐的人。我的事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我并无此意，我只是觉得你与荣华之间似乎有些嫌隙，有些话其实说开了就好了。毕竟你们是血浓于水的亲姐妹，又何必像现在这样处处针锋相对，非争个你高我低不可？你别以为你很了解我，我的事，你根本不会明白，这天底下也没人能明白。再走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抱歉，是我太自以为是。接近你的人必有目的，对你好的人必有用心。这世间没有人会真正的对你好，他们不过都是在利益你罢了。杀了他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！接近你必有目的，对你好的人必有用心。不是这样的，不要，不要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难怪江湖中人都说，这龙吟城可以主宰生死。这还不算什么。每年秋冬交替之际，寒雪落尽，赤焰重生，这里会生长出一整片的如同血色一般的赤焰莲来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便会有成千上万只噬毒虫啃食赤焰莲花，直到它们枯萎殆尽。噬毒虫在这里互相争食夺杀，最终只能有一条毒活，而这条毒虫将食尽它同伴的所有毒液，最终却被赤焰莲反噬而亡。它的毒液会再次滋养赤焰莲，致使一朵枯萎的赤焰莲重新复活开花。一枝独放，赤焰夺目，那便是赤华珠。哦，食千毒，治千毒，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花开两季，寒雪、赤焰，这既是杀人的毒药，往往也是救人的解药啊。说得不错。这江湖中，觊觎我龙吟城赤华珠之人，可是大有人在。不过，没有我荣敬风的允许，这里的一花一叶，谁也别想带走。就算是我自己的亲人，也得按照规矩来。这片花海于我龙吟城来讲至关重要。从今往后，
关于这片花海的安全，以及与花海有关的一切事务，都交由生子堂来负责。看来，城主心中最为忌惮之人，却是最为了解你之人，总能拿住你的软肋。林静，你虽然收了白尾指为徒，但说到底，你还不能算是我龙吟城之人。我之所以肯将生祠堂堂主之位交付于你，就是因为我不希望有人在暗中悄悄地掌握了我的龙吟城。你说的不错，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，也许只有生祠堂才能克制住这空祠堂。放心吧，城主。林静，你可知良江子的习性为何？良江子吧，又名红豆蔻，性味温和，主治燥湿散寒、醒脾消食。这个呀，对于那些喝酒过多的人来说，特别的有帮助。师傅老是贪食贪杯的，这东西就是为他而生的。荣华，这个良江子对你的寒疾也特别的有帮助。没想到这段时间你还学到不少呢。跟紫嫣前辈的制毒本事比起来，我这个医术还差得远呢。现在，相比其他3堂，生祠堂相形见绌。如果这救人的速度赶不上杀人的速度，那这生祠堂以后怎么在龙吟城立足啊？你是不是刚才着急踩要累着了？你本来就体弱，这一次再加上韩雪莲的毒，你可千万不能不重视了。紫嫣前辈都说了，你必须要好好的调理才行，所以你一会儿给我好好的回屋躺着，我给你把那个良江子给你炖了。你呀，何时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？亲，都已入夏时分，此处梅花仍在盛放，花香清冽扑鼻，带有冰雪冷意，能见此景，是在下有幸啊。梅家之人向来爱美，所以祖上便整理出了一套打理梅园的办法，可使梅花常开不败。不愧江南4大家族之首，梅家这心思与风雅，无人能及啊。梅家没落，这些不过是闲来无聊罢了，倒让苍七兄弟取笑了。现在的梅家，除了这些梅花，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，怎么能与凌虚阁相比呢？梅少主过谦，梅家吉人自有天下，定有翻身之日。今日苍七来，想带阁主邀梅家小姐入阁相伴。阁主平日有些伎俩，梅家小姐去了，须能增添几分活力。梅少意下如何？我这个妹妹啊，从小被我宠惯了，所以这件事情呢，还得她自己来定夺。只不过，恕梅英直言啊，凌夫人就这样请苍七兄弟只身前来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呢？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梅家再怎么说，虽然势力大不如前，但也从没有丢过江南4大家族的名声。凌虚阁虽然是江湖中的新起之秀，可要论地位的孰高孰低，苍七兄弟心里该明白。梅少之意，苍七心领神会。但比起冠冕堂皇的名声，阁主想要的是江湖人对凌虚阁的畏惧。望梅少明白，眼下能守住梅家的江湖地位，是我当务之急。这龙吟城是他想来的，荣素又是他想招惹的，那这件事就当做给他一个教训了。
你说以容素这样的城府，陆一舟如此坦诚相待，怎么能招架得住呢？既然你已经看得这么通透了，为何还要留在龙吟城呢？你可知道，龙吟城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说不定，今日陆一舟的下场，就是你以后的下场。如果陆一舟啊，真死在了容素的手上，那我拼死了，也会让容素付出相应的代价的。哎，你顾虑的这些东西，我不是没想到。只是我如果跟容素为敌，那就是跟整个龙吟城为敌了。到时候，咱们俩可能也不会有任何的往来了。你已经是生字堂的堂主了，以后也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了。我们唯有变得更强，才可以杜绝后患。赶快回去休息吧，听我的啊，好好休息。无论如何，借着生死堂的医术，我总能找到医治母亲顽疾之法。还有这丫头的寒疾，也耽误不得。我一定会将你们治好。你可就是苍七？正是在下。我想看看夫人带来之礼。这些是夫人的心意，请梅小姐过目。雪曼，不得无礼。好吧，本小姐就当去灵虚阁玩一趟。雪曼，你当真想好了？哥哥不必担心，夫人替我准备了这么多礼物，定会对雪曼疼爱有加。对了，我记得夫人怕冷，灵虚阁地处深山，即便入夏也寒气甚微。雪曼也当准备一份回礼，给夫人带回。我房间有一件上好的狐裘，十分清暖，还是哥哥从北极之处带回。此番就当是梅家的心意。我这就去将礼物取来，还请哥哥将苍七大哥带往门园入口处等我。苍七大哥久等了。苍七代夫人，多谢梅家之礼。哥哥放心吧，天色尚早，我这就随苍七大哥前往灵虚阁。待我到了之后，定会寄家书报平安。出门在外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梅少告辞，梅姑娘请。少主，不好了！赤华珠不见了。糟了，定是哥哥发现赤华珠不见了。此前我贸然盗过一次赤华珠，可怎么都没有闯过哥哥布下的这片梅林之阵。我修书给你，便是希望你能将赤华珠取走，送到灵虚阁。多谢梅姑娘好意，你让梅少带我入梅林，我便料想你刻意安排，让你有机会取赤华珠。我先前贸然盗过一次，今日多少顺手了些。我将那狐裘大方地送给了你，哥哥并未察觉我中间藏了什么。不过要想在被抓之前闯出这片梅林之阵，实属不易。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破阵，离开梅林之地。来，蒙住眼睛。这是为何？这梅林异术容易混淆视听，此地以梅树设立八卦阵，再以特制梅香相辅，使人迷惑，迷失了方向。你是怎么知道如何破了我哥哥的阵法？刚才我经过这梅林，
刻意与令兄保持距离，已久破了此处梅香。只要不被树木迷惑，定能走出梅林。我来时因令兄带路，不知梅家前门位于何处？前门位于东北方。梅家失势后，哥哥怕仇人寻上门，便布下了梅林之阵，弃用了大门。不过那里常年有人把守，恐不好闯。少阁主常说，只要出其不意，必能打破常规，方有生机。现在也唯有大胆一试。苍旗貌美，请梅姑娘拉住我衣袖。